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分享一款焦糖水果蛋糕。这款蛋糕在东欧或者是西亚比较常见，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制作方法制作的这款焦糖水果蛋糕。接下来就把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首先根据自己的口味准备少许的水果，个人感觉苹果和香蕉比较适合。取来一个碗，先加入牛奶60克，再加入食用油40克，把这份材料放在一旁备用。取来4个鸡蛋和2个碗，把蛋清和蛋黄分离。把这2份材料也放在一旁备用。取来2个实底的模具，这款模具平时是用来做面包用的，大小比男性的手掌可能稍微大一点点。把模具放在一旁，接着起锅来熬制少许的焦糖。用小火来加热，锅中加入100克的绵白糖或者是白砂糖。刚开始的时候让白糖在锅里自己融化。融化的差不多了，就用铲子辅助一下。刚融化的白糖发白，再熬制一会儿，里面的白糖就成为这样的焦糖色了。然后加入10克的黄油，黄油加入进去就关火，借助余温把黄油融化。熬制好之后，就趁热把焦糖分2份倒入到模具当中。焦糖比较黏，加入进去之后用手晃一下，让焦糖均匀地铺在模具的底部。把焦糖稍微放凉一会儿，就可以用水果铺底了。这一步选择的是用苹果片和香蕉片铺底儿。水果不用切得太厚，铺1层就可以。如果铺2层，做出来的蛋糕很容易塌陷。铺好之后就放在一旁，底部的焦糖凝固了也没有关系。接下来制作蛋糕。首先取过来4个蛋黄，准备30克的白砂糖，白砂糖取一半加入到蛋黄当中。这一步取来打蛋器把蛋黄打发，刚开始用低速把白糖融化，然后用高速持续打发。打发到蛋黄发白，比较粘稠，流下去纹路不容易消失，就打发好了。接下来打发蛋清，加入剩余的15克白砂糖，蛋清里面加入几滴的白醋，或者是柠檬汁，或者是少许的塔塔粉。同样是用打蛋器，先开低速把白糖融化，然后开高速持续打发。打发到中性发泡，打蛋器在材料中拿出来有这样的弯钩状。接下来就是混合材料，先把打发好的蛋黄和蛋白混合在一起，用刮刀抄底翻拌，快速的把2份材料先混合好。刚开始准备蛋黄和蛋白的时候，用到的碗是一样大的，后期为了好混合，在打发蛋白的时候换了一个大碗。混合好之后过筛100克的低筋粉，中筋粉做这款蛋糕也可以。前一段时间发布的蜂蜜蛋糕就是这个做法。同样是用刮刀抄底翻拌的，快速的把材料混合均匀。取过来最早准备的牛奶和食用油，取出1/3的材料混合在里面。这一步借助材料把牛奶和油混合均匀，最后把2份材料倒在一起，然后混合均匀。混合的时候快一点，不要让材料过度消泡。混合好之后，把材料分2份倒入到模具当中，在桌子上轻震几下，找平之后送入烤箱。烤箱的温度设定是，首先用一个耐高温的盘子，在烤箱的底部放一盘热水，以上火170度，下火170度预热10分钟，然后把蛋糕放在中下层，蛋糕先烘烤20分钟。
20分钟以后，把装有水的烤盘取出来，接着烘烤10分钟，蛋糕就烤好了。模具的底部有焦糖，为了在烘烤的时候焦糖不会流出来，选用的是死底的模具。再加上蛋糕的底部有水果，在烘烤的时候蛋糕开裂属于正常现象。蛋糕出炉之后轻震几下，一定要趁热把蛋糕脱模。蛋糕不好脱模，用一把小刀把四周划开，趁着底部的焦糖还是液体，一扣蛋糕就出来了。这款蛋糕烤出来之后啊，色泽真的是太棒了，然后稍微放凉一会儿，让焦糖凝固就可以吃了。蛋糕非常的细腻，焦糖脆脆的，又有水果的香味儿，味道肯定是非常哇塞。喜欢的伙伴可以尝试一下。今天的蛋糕就分享完了，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了视频下方的备注栏。